警告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求你们了，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夏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恭喜宿主觉醒系统！吴老六顿时觉得脑袋一昏，眼前平白无故多出一个数字白框，耳边还在传来没有任何感情的机械声。我勒个去！难道这就是小说中的觉醒系统？宿主不仁，窘境一生未能开启系统，系统被迫进入自保阶段，还请宿主珍惜系统，为宿主争取来的1个月的寿命。由于此次为宿主起死回生涉及到轮回大因果，所以此次的开机任务由送分级别任务升级到地狱级别任务，请宿主必须在30天内开回一艘漂亮国所在服役下任何一艘航空母舰回到人国并上交代言。由于是涉及到轮回因果级别的任务，本次任务奖励由新手大礼包转换成宿主1个月寿命，并且已透支了。吴老六反问：问我呢？确定没听错吧？让我1个月内偷一艘航空母舰？不是偷，是开，正大光明的开。偷窃是不道德的行为，系统不支持宿主做不道德的事。我猩猩你个大猩猩，你还站在道德制高点了？哪有系统让宿主大摇大摆的开一艘航空母舰回来？你怎么不上天？让我1个月内偷一艘航空母舰，1个月去偷一艘航空母舰，1个月就算漂亮国的签证都办不下来，办了还不一定过，更别说后面的李普，他妈妈给李普开门，李普到家了崩溃啊！哪有这样坑宿主的啊？这么坑宿主，这个系统我可不可以不要？等等，都有系统了，总应该给我点什么穿越必备金手指技能吧？没有，那就同归于尽吧。突然，古老六想到自己的老师周老，就是搞核潜艇、航空母舰的，而且还参与了多艘航空母舰的设计和下水。从金陵机场飞到漂亮国波土顿都市区剑桥市，去西佛大学就有机会会见导师周老。莫非这个任务真的有机会？等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儿八经的在考虑偷航母的事情了？警告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延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几日之后，吴老六启程出发漂亮国，与他同行的还有丁俊晖、王雪，他们3都是今年新北哈佛大学录取的研究生。周老正好就是老六的导师，下周就要开始新的课题，所以他们恰好一起赶往。刚下飞机就遇见学校派来接机的。学长你好，我是金陵大学的。元辉，你也来了。巧了，这个接机的居然和丁元辉是亲戚。我也是来参加福特航母下水研究会的，只不过我的导师是特莱姆教授。几人在一阵寒暄中，老六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导师，哪位国际由周罗宾老。周老师你好，我是你今年招的硕士研究生古老六。我们聊聊。好的。真没想到你是以这种方式出现。什么方式？我拿着你给的 offer 来上研究生，有什么问题吗？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意思。你的保密意识很好，不愧是来执行这项任务的。任务？什么任务？我只有偷航母的任务。这个周老难道知道我的意图？还是我这个破系统又给我家聊聊什么奇怪的任务？我这个办公室不会有监控的，请别那么担心。老六迫切的想打碎这个奇怪的让自己又猛又慌气氛。那个，我们这个课题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我需要做的吗？预计航母半个月后下水，我还有些数据要验算，你的任务可能要重一些。老六有点无语，我一个新来的研究生怎么任务重起来了？你要有心理准备啊，你要尽力说服哪些刺头。虽然我已经在大方面上进行了劝导和归心，但是这里毕竟也是他们的故乡，你要是处理的不好，我们的计划就要搁浅了。那再等下次航母下水，机会就更加渺茫了。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我到底是不是我了？我是失忆了，还是被人夺舍了？你说的是汉语，但我怎么一句话也听不懂呢？什么叫我要有心理准备？什么刺头？什么说服？我到底被卷进了什么奇怪的计划里？反正自己也是有任务的。装傻，装傻，迟早得死。先混进去再说。老六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那个周老，我这边过来的很急促。上面没有跟我交代太多的细节，不知道能不能都和我说说，说明白了我心里也好有个底。周罗宾沉思了片刻道：你说的对，国内的情报可能还不够精确，你随我来，学校里不是说这个是的地方，你谨慎点是对的。说罢，周罗宾带着老六离开了西福大学，去了周老自己家里。警告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
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燕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老六在过来的路上已经大概了解了发生了什么。老六心里想着，首先自己肯定被这个坑货系统带进了什么奇怪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肯定是跟航母有关。果然这个系统不舍得自己这个宿主就这么死去，有些感动，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演下去。周教授，你是也一直都待在漂亮国吗？都怪在我年轻太嘚瑟，太过张扬跋扈，以为自己天赋异禀，谁都看不上眼。有什么成就发现憋都憋不住，赶紧早就给发布了，成名的早了些。可以，很凡尔赛。等到知天命的年纪，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大言人的责任，想报效一下祖国。可是漂亮国当局早就给我监察的死死的，哪怕我只想回国回故乡祖地看一看都不被允许。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成名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我想把我这一生所学献给国家，我也想学钱老那样为国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但是这漂亮国政府属实凶恶难磨，我的想法迟迟没能达成。老六一时间大脑翻江倒海，自己这是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了。所以我在漂亮国卧薪尝胆的待着，等到祖国需要我的时候，我能为大言献出我的一份力量。所以我们要合伙把这次的这艘航母偷开回去。老六问出了最后的疑惑，毕竟这是他的终极任务。此次这艘航母名为小约翰，是杰拉尔德2福特之后的第2艘福特级别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的满载排水量是15万2000吨，已经超过了15万吨，所以说其实超级航母也不为过。航母舰的续航力是60天，舰艇上的人员编制是4500人，能够搭载75架舰载战斗机。这台航母的数据比前一台福特级航母只高不低，而且飞机经过了部分改进，多数都已成为了电子战飞机。这艘航母首次采用了电磁屏蔽仪，这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子屏蔽仪作为主作用的舰艇。电子屏蔽仪，我对航母的参数不感兴趣，我只是大概知道福特级航母是目前地球上规模最大的航空母舰。这可不是简单的电子屏蔽仪，它的屏蔽半径高达300千米。举个例子，如果这艘航母行驶在凤梨湾海峡，开启屏蔽仪，甚至可以让我们的斯亚湾半岛接收不到任何电子信号。从一定上来说，这是核武器级别的战略武器。我去，好家伙，这么离谱！这简直就是大型超级远距离的电子屏蔽仪。周教授怎么能说得如此轻描淡写？那其他国家有预防措施吗？总不能被动挨打吧？这功能也太 BUG 了。你别着急，虽然马上航母就要下水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功能还没有完全完善，还有许多的数据在推导和验算中。而且这个屏蔽仪效用时间过短，且耗能巨大，距参与实战还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想方设法把这艘航母开回我们的国家。不仅是把这艘航母开回去，所有参与航母研究的工作人员都要带回去。知道我们这些研究员想回去有多难吗？这艘航母的意义是跨时代的，绝不能让漂亮国首先运用到军事领域上，所以值得我们一起去赌一赌，即使代价是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好吧，如果不把航母开回去，我自己的确也会死翘翘的。所以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漂亮国这些高层又不是笨蛋，不可能开着香槟看着我们把航母开走吧？计划是有的，而且箭在弦上，就是现在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过没关系，你都已经来了，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一切的。原本只是想划水打酱油的我，瞬间满脑子问号。我一个大学生，我在漂亮国人生地不熟的，我能处理好什么？是什么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呢？此次下水的所有作战人员中，大研议的军官占了30%，其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但是他们不赞成我们把航母开回去的想法，所以需要你来说服他们。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你管这叫小问题？让自己劝诉为谋面当兵的他们起义。离谱他妈妈，你快给离谱开门啊！那个周教授，我没听清楚，麻烦您再说一遍好吗？你需要说服不赞成那些祖辈是严国的军官，让他们在任务中配合我们。要知道，航母上整整4、5千人，除了100-200个我们这些做研究的，其他的可都是拿着热武器的士兵。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没法把这艘航母开回去。他们有一部分觉得这个任务太过于冒险了，很难成功，还有一部分因为已经在漂亮国娶妻生子了。如果执行这项任务，不管是结果如何，他们的家人必定要被连累。这个问题我的确没有料到，毕竟我自己并没有家人来担忧。爱国情怀虽然可敬，但是牺牲所有可以牺牲的一切，的确是太过于残忍了。不怪他们犹豫。你要是在航母下水之前解决掉这个问题，那么就有极大的概率可以把这艘航母开回去。极大概率，还是有概率开不回去的。当然，一同上航母的有2/3还多的人都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需要在他们手上夺得航母的控制权，才能完成任务。夺？你们想在航母里面巷战啊？不然呢？他们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如果不在船上解决，他们根本做不到完全掌握航母的控制权。而且此次航母的几位高级长官都不是自己人，非常的棘手。我脑壳痛的厉害，这些玩笔杆子厉害的大佬们怎么想法如此直接？周老，这次你们原本的计划详细流程都统统告诉我，我来看看有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4月3日，也就是半个月后的上午9点，开始航母下水洗礼仪式。随后小约翰舰正式下水，由新任命的大西洋航空兵司令小罗伯特·杰斯少将
统航小约翰舰队。随后整个舰队要在漂亮国全域航行48小时。到时候我们这些科研人员和你也都会在母舰上。我们的人已经安排好了，会在航行的最后4个小时，杰斯少将会收到一通漂亮国最高军事机密函，一定会让这艘母舰朝着凤梨湾海峡出发，并且这一切的指挥者并不是我们，而是杰斯。是什么密函？能保证这个叫杰斯的绝对相信吗？他如果打电话询问咋整？这个世界太疯狂，老鼠给猫当伴娘，而且出航在半个月后，那我的小命不也只有半个月了？周老看出了老六的惊讶，你似乎并不是很了解漂亮国里的制度啊，上级的命令，下级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哪怕是对此有疑问，也不可以当时询问，至少也要在整个任务完成之后才能提出疑惑。这个密函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模拟战争舆论，让凤梨湾海峡向漂亮国求援。要知道漂亮国野心勃勃，当局者所图甚大，现在正好给他这个机会，而且又赶上有一台刚下水的母舰巡游做借口，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不珍惜。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劝好那些军官，在等到军舰驶出漂亮国海域之后起义才能继续。这真的有点不靠谱。但是话说回来，原本从偷航母这种无理到没边的任务转化成了劝说大头兵起义，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可问题就是该怎么去劝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呢？我现在的任务是劝说那些军官，您老有建议吗？我和他们完全不认识，我该怎么劝说他们呢？其实劝说他们也不难，他们都是职业军人，摇摆不定的，你就直接拿出军队命令直接压，只要你拿出不成功就承认的气势，他们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他们这些人绝大多数父辈就是土生土长的严国人，后面因为工作学习之类被迫被留在大美的，骨子里还是流着咱大严人的血。真正难说服的是那些家里有老婆孩子的，他们固然想为祖国出一份力，但是他们也担心家里人的安全。周教授，你的儿子儿媳呢？他们会在航母下水的前一天坐上悉尼到湘江的飞机。我去原来是给孩子后路都铺好了，周老那些军官可不可以聚一起让我见一面？自然是可以，那就找个时间先见一面，最好能隐私一些，有些话我要和他们说说。这个计划的大头其实还是在他们身上。周老，你也下水了，多艘航母了，不知道航母上面的伙食怎么样啊？伙食？航母上的伙食是真不敢恭维，在母舰上不仅是美餐，而且还是大锅饭煮出来的美餐。他们那些漂亮国人勉强可以下咽，对吃惯了中餐的严国士兵们简直是受罪。你还是不要指望母舰上的伙食了，我这边建议你可以带点小干妈辣椒，这不丢人。别说是你了，即使是舰长司令也都是自己专门开小灶吃的。这样我明白了，周教授，还请你务必在最快时间里安排我和那些军官们见面。好，我尽快安排。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严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2日后，在周老的安排下，孙大军带着20几位自己人先行来到了别墅的阁楼会议室。随后老六穿着一身绿色军装和周老走了进来，并在周老的安排下坐到了主位。老六也没客气，给大家介绍这位从那边过来的话事人古老六将军，大家商量下后面的计划。切，将军，就他，开什么玩笑？这小子毛都没长齐吧？安排这样的人来，还安排什么计划？这个任务太危险了，直接取消了吧。对，不愿意参加的现在就可以退出，没有人强制任何人参加。既然要为国效力，就不要畏首畏尾的。随后大家这才看见眼前这个年轻人肩膀上的肩章，居然是2颗星，中将，还有胸前的金徽勋章，是真的？难道他真是中将？这东西可不是随便能做出来的家伙。刚刚还很嚣张的一群人，一下就变成了打了霜的茄子，场面死寂的像是能滴出水来。听说你们有些人不是很想执行组织上给的任务。赵晨声音不大，轻飘飘的，但却像是一柄重锤砸在了众人的心上。丫的自己没事出什么头呢？要完犊子，怎么那边还来人了？还是这个段位，这他娘的是从娘胎里就立军功了吧？这年纪就中将了。看着场下瑟瑟发抖的众人，此刻赵晨的心里才是更加瑟瑟发抖。要知道他的军装托周老搞的，那肩章和勋章还是上次和王雪在地摊上在一个老毛子手里淘来的，就自己还中将，连自己也都觉得假。但现在骑虎难下，也只有拼了。老六看着沉默的众人说道：你们有多少是在这结婚生子了的？我知道你们中很多不想执行的人，不是怕自己牺牲，是担心家人孩子，这没错。你们哪些有这样想法的？将军，不知道您要如何处置我们？处置？为什么要处置？既然你们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了，那你们就留在这边继续生活吧。将军，你这什么意思？故意埋汰我们吗？我辈严牙郎未能为国建功，岂能贪生怕死？又不是不让你上战场，你着急个什么劲？这次任务必须做，不过这次任务有很大的回旋余地，等到任务结束，想回漂亮国的可以继续回来生活。还回来？将军，你在开玩笑吧？弄走航母这等罪行再回来，那不是厕所里打灯笼？
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到时候做弄走航母这件事的只会是我一个人，而你们到时候都会是我的俘虏。等把航母弄回了大研，如果你们还想回来，会按照人道主义给你们这些俘虏适当的遣送回国。只要你们还愿意回大漂亮的话，等航母下水后巡游48小时，在最后4小时里，杰斯少将会接到秘密任务，然后会前往南海进行威慑，时长大概在12天左右。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最后2天的时候控制除了你们手下嫡系以外的所有人。到时候谁还想继续回到大漂亮生活，我会把你们和漂亮国的高级将领关在一起。到时候你们回去，他们也只会觉得你们和他们一样是个俘虏，最后最多也就是丢掉官身而已。高实在是高蛋将军，我们要怎么控制整个母舰？要军变吗？蠢货呀你！要是军变，你们最后怎么回来？还有你以为就咱们这点兵能斗得过他们的枪杆子？这个你们别操心，暂时保密，到时候看就知道了。感谢大家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信任，今天就这样吧，到时候大家听我安排行事。看来暂时唬住他们了，救命啊！实在装不下去了，继续下去我要露馅了，给我点个赞吧。次日，老六来到唐人街一家比较大的中药铺，老板姓唐，也是严国人，周老的熟人。唐叔，我是周老介绍来的，想要麻烦你搞点特殊的药材。说说看。曼陀罗。曼陀罗，你要做什么？难道你要做蒙汗药？对，就是做蒙汗药，但做什么为了你好不能告诉你。既然你是周老介绍来的，我就不多问了，说吧，你要多少？唐叔要4、5千人的量，还要那种慢效的，就比如一开始让人只是略微有些困倦，但是后面一加量之后，一睡就很难起来的那种。这个不难，你明天这个时候过来拿就行了，到时候我会教你怎么使。我给你磨成粉，你要做什么，我就不管不问了。但你事后不能说要是从我这里弄来的。OK， 万事俱备，只待航母，宝贝我来了。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严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10天后，航母正式下水，系统留给老六的时间也只剩11天21小时。老六一行人早早的进入了航母，同行的还有周老、特莱姆教授、丁元辉和王雪等人。老六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你们都会做饭吗？会啊，我老爸是特级厨师，我从小跟着学做饭，我做的可好吃了。我也会。周老说航母上饭菜不好吃，自己吃不惯，回头我们让厨房腾个隔间出来，我们自己弄好吃的。老六故意提高嗓门喊道。王雪、丁远辉一脸茫然，周围的人也投来异样的眼光，生怕别人听不到。随后老六他们通过周老这个工程师的关系，顺利的拍上了小灶。接下来2天里，别人吃着航母上难吃的套餐，看着老六他们丰富麻辣飘香的中餐，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啊！就连船长也羡慕不已。第2日中午，少将杰斯接到上级命令：杰斯少将，最高指示，要求您全速驾驶航母前往凤梨湾海域进行威慑行动。3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4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2艘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1艘萨克拉门托级战斗支援舰已经派出，随后跟上。波特法真不想去啊，但是这是上层的命令，自己刚被受任为肯尼迪航母的舰长，总不能上来就不听从指挥。挂断电话后，杰斯先是查询了航母的储能如何，在得知下水时候已经至少够60天的消耗，便赶回了自己的舰长室。航母进入紧急状况，进入1级备战状态，舰内所有人上交手机电话等通讯设备，实在需要打电话的，舰上有备用电话，所有人只能用这一个备用电话，打电话时候有人盯防着你们，防止机密外泄。宣布完毕。紧急状况宣布后，整个舰上的很多人顿时陷入了恐慌状态，但是也只有乖乖的听从安排。大家还在叽叽喳喳讨论猜测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好戏要开场了。次日晚餐时间，船上别的都好，就是吃的太难受了。这次去凤梨湾走一圈，怎么也要个把月，要命啊！还好自己能开小灶，比那些吃大锅饭的好太多了。就是那些厨师手艺不太行。打扰一下，舰长，请问我们可以拼桌吗？实在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桌子了，而我们的饭菜已经做好，正准备端上来。谁这么不长眼啊，打扰我吃饭呢？原来是这个天天大鱼大肉把我馋得不行的小伙子。当然，非常欢迎你们。阿杰斯船长，能一起共进晚餐，太荣幸了。托你的福，特别关照我们老师，让我们能开上小灶来尝尝我们的手艺。杰斯船长，你是吃面包还是米饭？我可以吃米饭，我可以开动了吗？开整。吃饭了。糖醋排骨好吃，红烧肘子好吃，还有早就心心念念的宫保鸡丁、小鸡炖蘑菇。上帝啊，糖醋里脊，这个沾了酱油的生菜也好好吃，要感动哭了。这就是美食啊！西红柿鸡蛋汤比喝黑啤都畅快。一顿饭8个菜被5个人风卷残云的吃得干干净净，
吃的最多的是舰长小罗伯特·杰斯，1/3的饭菜都是进的他的肚子。他吃饭的模样完全没了平日里的威严。饭后和周老套了一阵近乎后，说道：“周老先生，和您交流实在是太愉快了，我恨不得和您聊天到海枯石烂，但是很无奈，我的公务繁忙，不知道以后每次吃饭的时候，我是否可以过来和您交流一二呢？”理由高大上，总结下来就4个字：我要蹭饭。当然，我也很想和你多多交流。嘿嘿，鱼儿上钩了，第1步计划成功。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严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接上吉杰斯有了蹭饭的理由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舰长杰斯少将顿顿都跟我们一行人一起吃饭，甚至还吃上了火锅，有点过分啊。然而船上很多权贵实在是忍受不了船上难以下咽的食物，转而也向老六一行人求助：“你可以帮我也做饭吗？我可以给你出高价。”没兴趣。也帮我做饭吧，我可以给你介绍我的闺蜜团哦。嘿嘿，闺蜜团，但是不用了，没时间。帮我做我可以。停，不行，都走吧。几次悲剧之后，权贵们直接找到杰斯少将，跪求帮忙。老六小兄弟，你看你能不能帮他们也弄弄？我没那么多时间了，我又没3头6臂，我还有周老的课题要做。那些权贵太麻烦了，打法完一批又来一批，我真受不了。好吧，但是我时间有限，可以给我安排几个厨子帮忙吗？当然可以，你可以去厨房教那些吃干饭的厨子们做菜，让全船的人，包括大头兵们都能吃上可口的饭菜。那些权贵们众人就差山呼万岁了。我带你去厨房，让那些该杀千刀的厨子们见见什么才叫真正的大眼的厨艺。杰斯把赵晨等人带到厨房，整船的伙食就交给你了，这些厨师现在都归你管，要是有不听话的，都他妈给我滚蛋，别干这行了。厨房里的一大帮子厨师也知道自己做的饭的确不咋地，反正是超级大锅饭，自己也都随便整了。这小伙子这2天和我们这些厨师们的关系还不错，平时会多炒几个菜和菜汤，都留给我们当小灶了。现在一转老六成厨子头头了，众人也不恼，本来就是个给人做饭的活，有什么好争的？以后做饭好吃了，自己也能吃得更香心。去把柴米油盐酱醋都给统一排放好，把调料都贴好颜文标签。好嘞，没问题。成功入驻厨房，距离计划完成只差临门一脚了。等到做饭的时候，我会看着大家做饭，让放醋就统一放醋，让放盐就统一放盐，让放味精就统一放味精，颇有御膳房大总管的味道。就这样，航母上的饭菜一时间好吃了起来，仿佛这不是一艘正在执行一级军令的航空母舰，而是一家超大型的中餐馆。在船上不仅是权贵，还是士兵都对这喷香四溢的东方美食心动不已。我说翻炒的时候，翻炒的要快要急，锅那么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就2个人炒，万万不能让锅底给菜给烧焦了。烧焦了的菜不仅不好看，吃起来味道也怪怪的。放盐，加味精，大勺，最东面那个可，你是不是胳膊断了不会动啊？锅都要糊了，你这样别来当厨子了。我这角落也看得到我做的饭而已，随便糊弄糊弄就得了。这么大的大铁锅，还要时不时的翻炒，很累的，就不能让人偷个懒。之前做饭随便乱七八糟往里面加就完事了，被你这个东方的小瘪三针对了。我少翻炒几下，做出来的不能吃吗？我抗议。那你随意，各位按之前教你们做好你们的菜，我先出去了。哈哈，这些严国人就不能够受得了气，估计觉得丢了面子，羞愧的辞职去了。哼，还想让我们尊贵的漂亮国民众听从他的指挥，想屁吃呢？哎，这个人是杰斯舰长委托来的，这个小子得罪了人家还在这耀武扬威，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餐厅，杰斯和周老正在谈天说地，等待着美食的到来。老六却气呼呼的从外面进来餐厅，自己既然管不动厨房里的人，索性就不干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您另请高明。我更喜欢做周老的课题。在得知事情缘由之后，杰斯少将顿时要气疯了。我得发的扑街货，这种货色也能上我自己的母舰当厨子。杰斯少将带着一帮警卫兵冲进了厨房。是哪个蠢货没有听话的，把他给我绑了丢海里，还把我钦点的人给气走了，简直岂有此理！不加以严惩，我这个刚就任的舰长岂不是一点威严没有？老大，误会啊！把他给我拖出厨房！一时间整个厨房瑟瑟发抖。这么点事就让舰长大人发了这么大的火。舰长，只是一点小事就把他丢海里不太合适吧？把他给我找个地方关起来，不要让人发现。那个祸害我已经处理了，还请你继续在厨房指挥这些蠢货们做菜，我保证他们都不会对你的命令有任何意见了。好吧，如果这些人再不听从自己的管教，那不管谁来说，我都不会再来指挥做菜了。如果不想陪那个小个子一起喂鲨鱼，那就最好老老实实的听这个少年的话。
好的，遵命。老六，我们一起去吃饭吧。这里的饭菜才弄到一半，等做完了我再来，你先去享用美味吧。杰斯少将非常满意老六这个敬业的态度，拍了拍赵晨的肩膀，随后重新回到餐厅。都愣着干嘛？船上的人都要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做菜。厨房里再次如火如荼的热闹了起来。这下解决了接下来可能会有的隐患，距离任务完成更近了一步。嘿嘿，航母，你快到我碗里来！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是个严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这是愚人节玩笑吗？还是自己没睡醒？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闭上眼睛，抓住栏杆，不许睁眼，不许偷看。我没有。现在站到栏杆上。好了，睁开眼睛吧，肉丝。搞错了，再来。我成功控制厨房后，航母上漂亮国的权贵以及军人对我有了非常好的印象，殊不知这才是他们噩梦的开始。不知不觉中，整个舰队已经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来到了离他们本土上万公里外的东方世界。老六看着黑暗中那个冰冷的倒计时，正式进入最后48小时。我的个娘亲，二舅母也不带这么坑宿主的啊！这段时间的伙食有了巨大的改善，让整个舰队上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满足。每到吃饭点，厨房总是整艘母舰编队最忙碌的地方。以前我都吃不下去我做的饭，现在竟然也能做得出如此美味的食物了。自从那位东方的神秘厨师过来指挥之后，做美食不需要动脑子，老卢怎么指挥就怎么做都行了。而且这个东方厨子还带着自己国家的神秘调料，美食香精，一瓶白色的粉末状的调料。原本他只在自己的小灶里添加这个神秘香精，后来被我看到了，求了他好久，他才愿意在大锅饭中加入这种神秘佐料。大家能吃到好吃的饭菜都多亏了。对，但是美食香精数量有限，老卢交代只允许放在有浓汤里，且不允许私自多放，只用放一点点都足矣。关于美食香精的说法传到了权贵和军人们的耳朵里，顿时很多原本不习惯喝汤的也开始对西红柿鸡蛋汤、紫菜汤等趋之若鹜。迫于无奈，老六只好规定了每人一顿饭只有1碗汤的供给。对此，杰斯将军疯狂窃喜，自己是和周老他们一桌的，菜品更加美味丰富。那加了美食香精的汤，自己更是想喝多少喝多少，而且还能赏赐手下们喝，简直不要太有面子。又是一个午餐时间，今天来吃饭的人怎么那么少？那些仔们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来吃饭肯定房间睡呢。我刚刚还听到不少人要帮忙带饭呢。也是，在这个航母前行的时候，除了那些负责航母安全导航的，其他人包括自己都闲得发慌。随后也就不管那些人了，和周老说说笑笑的吃起了饭。下午5点30分，杰斯少将召集了战舰编队上的所有人，包括绝大多数的士兵。再过1天多的时间，即将到达作战地点，大家打起精神来。虽然此次任务和这些权贵和学术人员没有关系，但是希望大家不要捣乱。更不要做出让朋友带饭这种丢人现眼的举动。睡觉时间晚上有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安排后面的作战计划了。老六和一帮子后勤帮厨先行离开，他们得提前把饭菜都准备好。今天所有人把自己所属的美食香精全都倒进所有饭菜里，路途已经过半，我还有1半的美食香精还没开封，今天就让大家吃得尽兴一些。顿时厨子们开心的手舞足蹈，他们知道即将吃到进入战舰以来最美味的一顿大餐，而这也是老六计划的最后一块拼图。不多久，美味的食物接连送上餐桌。刚刚开完会议的军士们被得知可以在回自己的战舰之前提前吃饭，顿时味蕾大开，恨不得狂炫个3大碗再回原属战舰。而航母舰的士兵则是慢慢的吃着，毕竟晚饭时间可是持续到晚上11点。在得知饭菜里放入了大量的美食香精，大家恨不得把肚皮都给撑破。可能是心理作用，众人都觉得这顿饭菜比过往的任何一顿都香甜。而且今天这顿我们特意多煮了几锅浓汤，接下来大家完全可以敞开了喝，我保证。要是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美食就好了。晚饭上来的汤姆或许是吃的有点撑，把航母操纵切换自动驾驶，毕竟离目的地只有1天多的距离，出不了什么乱子。这个时刻就应该小气一会儿。这种情况在整艘母舰群上的各个地方发生。对于没有任务的个人，吃完饭回到住处往床上一躺，那简直比神仙还自在。对于这些换班上来要熬夜班的能摸鱼就摸鱼，大家都懂。反正 Boots 也不会查岗，因为 Boots 吃完晚饭自己也会回去睡觉的。肯尼迪舰作为漂亮国最新科技的聚合体，自动驾驶早已经普及且完善。之所以留人看着，是为了意外中的意外，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真的需要完善。不得不说，这次的饭菜比之前更要美味。杰斯少将也没心情再和周老谈天论地了。吃饱喝足，果然还是得睡一觉的好。已经到晚上了，总不会再有什么公务，我也该回我专属的舰长室美美的睡一觉了。
然而杰斯舰长没有注意到的是，整个航母上的人除了还在吃饭的，基本上没人在外面闲逛了。如果杰斯少将能再细心地问到几人去处的话，就会发现所有离开餐厅的都是回了自己的住所睡觉，包括现在正在前往舰长室的杰斯本人。那些厨子们都哪去了？怎么餐具都堆积在那不知道洗的？周老满是皱纹的脸上绽放出了笑容，老六此刻也是万分激动。老子要开这艘航母回国！警告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别动手，我投降！我绑架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叫你手下的人戴上头套，动手夺航母。收到，全体都有戴头套，拿装备。出发，把所有不是我们的人都绑了。老六带着孙大军的手下等人挨个出，把一个个睡得响猪一样的大兵和随行人员从床上拖起来绑死。这样的行动在各艘舰艇上同时进行着。士兵和权贵们都无一遗漏地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大军看着那些商人和权贵，将军，这些可都是漂亮国的大商人啊！等回了国，一个让他们交个7、8千万富兰克林的赎金，跟玩似的。什么赎金？我们可不是海盗呀！开了航母群回家还不乐意，还想让全漂亮国的商人和民众都记恨死我们东方人。其他编制战舰上的人都搞定了吗？当然，都绑在甲板上了。我们人拿着枪过去的时候，发现那些士兵们一个个也都睡得跟死猪似的。真没有想到将军的计策如此简单且实用，只是在所有人吃的饭菜里加麻醉药，就能绑一航母的人。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那有说起来那么轻巧。从借厨房单独做菜，再刻意拉近和杰斯少将的关系，到一起蹭饭，再到我心不甘情不愿去帮厨，和无意间被发现的美食香精，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一环若是断了，必然是满盘皆输。也是这个新上任的舰长年轻了，防范意识并不够，不过也不怪他，谁也没想到有人胆敢劫了漂亮国的新下水的航母。劫航母，这他妈谁能想到啊！孙大军等人的嫡系不过100多人，早在还没登船的时候，赵晨就把解药发放到他们手里了。现如今100多的军人绑了4000多的军士，包括后勤、操作员，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将航母舰队自动定位系统断开，并且用核反应堆加速前行，运用核反应聚变来加倍行驶。我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只剩下不到24小时。如果这24小时内不能把这支航母舰队群送到祖国的手里，那自己已经也算是创造了奇迹了。此时整个漂亮国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肯尼迪舰航母群已经悄悄换了主人。随着高速的行驶，肯尼迪舰已经正式进入了延国海域。赵晨也安排了孙大军等人准备演好最后一出戏，去把自己人也绑了吧，有的人还需要回去见老婆孩子。周老得罪了，嘿嘿。我周罗宾没想到人到晚年，竟是干了这么件替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死而无憾喽。最后整艘舰队上只剩下站在舰头吹着海风的赵晨以及孙大军。之所以把自己人都给绑上，实在是因为老六自己之前想这么个异常扯淡的理由，不得不这样做。将军，麻烦你也把我绑上吧。去你大爷的，等会你自己随便裹上去还不得了，做样子而已。真是没想到将军如此英明神武，我孙大军这辈子能跟着将军干这么一票，也不算往来这人世间。打住啊！这件事跟你们没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全策划的。我一个人毒倒了军舰上的所有人，准备偷走这艘肯尼迪舰航母，只是不懂驾驶，最后被英勇的延国军人们发现，我最终被捕。你可不要说错话，赶紧回去和你手下那些人串口供去。对，对你个头啊，宝宝心里苦啊！丫的，我心里慌啊！开航母回来是祖国给这些人的任务，但是我不是任务的执行者啊，我只是系统给我一个破任务，然后机缘巧合被人误认为是家里面派来的话事人。回去我怎么说得清楚啊？我还假冒中将，花生米都够我吃几梭子了。我从头到尾和这帮人都不是一块的，只是顺便白嫖了他们。虽然结果是成功了，但是当国家发现我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留学生，结果带着一帮子人直接劫了个航母回来，会怎么想？会不会把自己切片研究啊？不至于吧！救命啊！老六正在一阵呼啸声掠过上空，四面八方传来了警报声响。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言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
请速速遣返。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此时的燕国指挥部如临大敌。报告发现一支漂亮国航母编队闯入我大沿海域，而且还在全速深入内海。什么航母编队？你说清楚点。据侦测，这是一支拥有电磁弹射的核动力航母，而且还有护航编队正全速向我内海前进。他奶奶的自由航行，都航行到我们家院子来了。告诉二营长，给我他娘的把15架31号战机拉出来，前往漂亮国的航母所在海域进行驱离。要是赶不走，就给我炸沉它。随即，我军15架31号战机立刻升空赶往事发海域。我有点慌，我们15架战机挑战一个航母编队，恐怕人家护卫舰的一轮散射，我们就全没了。你们说这航母编队急速驶向我大沿内海是要突然宣战吗？我感觉这次估计要领军公章了。说什么呢？自从我们驾驶战机飞上蓝天的第一天起，我们应该已经就做好了领军公章准备。队长，要是我不能回去，给我老爸带句话，儿子没给他丢脸。别瞎想，都回去，我让嫂子给大家做大餐。前方马上就是目标海域了。2、3、4号机编组前往进行喊话驱离。收到，收到，收到。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沿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燕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可能动用非常规手段。但是几轮喊话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应，10几位飞行员已经做好了因公殉国的打算。我们喊话这么久了，下面却一点反应没有，我们怎么办？在等待时间内得不到回应，那按照规定就得开火。2号机进行低空抵近最后通牒，在没反应立刻发动攻击，其他机组随时准备锁定目标。没有人希望自己早早挂掉，但是军令如山，国家的尊严不得任何人触犯。警告，警告！这里是燕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不然我国立刻动用非常规手段。可是依然安静的可怕。其实这会古老六正在焦头烂额的研究通讯器怎么使用。队长，2号机已经做好攻击准备，请求发起进攻。正在这时，战斗机接收信号里传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是个燕国人，讲的还是普通话，绑架了全舰队的人。等等，虽然每个字我都知道，但是怎么串起来我有些听不懂了。2号机马上登陆检查，呼叫舰队支援。所有人放下武器，双手抱头。你绑你很好，下次别绑了。我去，居然是真的他，还真绑了一舰队的人。我都说了我绑了全舰队的人，怎么还不信呢？你还又是低空音爆，又是亮武器来吓我，我都快吓尿了。立刻把所有人和舰队带回来。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沿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燕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老六被逮捕后，4日清晨，当非常扯淡的一条官方新闻发布后，瞬间在各国网络上煽起了滔天巨浪。不对，不是巨浪，是漫天海啸。特大新闻：在漂亮国4月2号正式下水的福特航空母舰中，混进了一名古姓国际海盗诈骗犯。该男子用迷药迷倒了全舰队4765人，然后独自驾驶航空母舰群，试图逃离漂亮国的搜捕。好在人到好能回，苍天饶过谁。此江洋大盗对海面行驶不甚娴熟，闯入了我大沿海域。我英勇无双燕国军人及时雷霆出击，将古姓男子逮捕，解救了全船4765位漂亮国民众。犯罪嫌疑人古某正被押送至京城，等待最终判决。相关部门对此发言，表示对古某的此次盗窃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我国将会在罪行定下之后最快时间内行刑。涉案舰艇和被绑4765位漂亮国居民，等到案情明了后会物归原主，给漂亮国一个满意的交代。本台记者9527为您报道。此报道一出，全世界都知道了漂亮国的最新航空母舰被一个燕国人俘虏且开回了国。大燕国网民纷纷发声助力。此篇报道不实，父兄明明与我在东北喝酒，整整喝了1个月，咋可能偷航母？都是污蔑！我讲真话，实名为赵兄作证。污蔑污蔑！我出差期间，虎兄一直在我家和我妻子一起带孩子，万不可能有机会去漂亮国偷航母。兄弟心挺大啊！哈哈哈哈！什么叫把航母开了回来？那不是我们刚下水的最新皮皮虾号航母吗？外形与肯尼迪号极其相似，你们的新闻怎能如此歪曲事实？啊，对对对，这是我们自己下水的皮皮虾航母。牛掰，是个狠人，这样的新闻多来点。然而此时的老六对这些完全一无所知。自从在航母上被带下来之后，他便被武装看押在一辆车上不停，吃喝拉撒全在车上，几乎没停下。折腾的老六不敢多吃东西，吃多一点就会吐。好在老六也得到了系统奖励。恭喜宿主成功开一艘航母回国，由于此航母为最新肯尼迪舰，且携带整编舰队，属于超额完成任务，额外奖励半年寿命。还请宿主再接再厉。没了。没了！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偷了一只航母群回来，竟然连新手大礼包都没有，仅仅就是把透支的寿命抵账。
东，系统察觉宿主目前心态爆炸，现在发布支线任务，完成任务可以领取1份新手大礼包。说吧，任务细节是什么？请宿主在此次审讯过程中争取吃上花生米的结果。你在开玩笑吧？系统，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任务是争取自己吃花生米。古老六被押送至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房子里。嫌疑人古老六，请你交代作案全过程。他不远处坐着3名上了岁数的军官，肩膀上倒是没有肩章，所以并不知道军衔。长官们，我能交代的真的都交代了。我就是过去留学的，然后他们认错了人，就莫名其妙的把偷航母的秘密全都告诉我了。如果我当时不装傻配合我，担心他们把我灭口啊。油嘴滑舌，我有理由怀疑你是敌国派来的探子。我一个热血青年，听周教授说漂亮国航母对我们大研有威胁，我就一时热血上头了。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航母也开回来了，组织给的任务完成了，干嘛还要为难我啊？破军，你吓到人家孩子了，哪有敌国探子送航母来潜伏的？我倒是愿意相信是个巧合孩子。你和我闺女差不多大，你配合我调查，叔叔保你一命。实不相瞒，我们派过去的人在海关的时候被拦下了，没想到阴差阳错的搅了进来。但是你能解释一下你的中将勋章和肩章是怎么回事？就我出国前2天和一个叫王雪的那个女孩一起在一个老毛子地摊上买的工艺品，她买了个中尉的，我买了这个中将的。王雪医生给卫兵说了点什么，继续问道：你可知道这个勋章和肩章是真的？没开玩笑吧？我在地摊上买的小玩意能是真的？这也太离谱了。难道你以为一个假的勋章能骗得过那么多的军官？他们要不是因为真以为你是中将，怎会替你调遣？这是个啥情况？这啥情况？我有点懵。没过多久之前，出门的那个士兵回来了，在3位领导之间说了几句。经过确认，的确是你在夜市和王雪这个女孩一同买的，看来你说的应该都是真的。嘿，你的娘的可真是个人才。那个长官们，不知道你们要怎么安排我啊？你的事情这么大，拖个1年半载没问题，风头过了就好操作了。航母肯定是不可能还回去的，漂亮国的那些军官关上10天半个月就给放回去，不然舆论吃不消。千万别拖啊，我得小命就半年了，我可拖不起啊，我还想拿礼包呢。那个领导，我有一点点微不足道处理我的建议，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一下？说说看。最好是就在这几天对外公布我的罪行，然后执行枪毙，枪毙一定要快。你想被枪毙？当然不是真的枪毙，等漂亮国的谴责到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以犯人已经被枪毙来推脱。至于航母之类的，学着云龙兄借云飞兄装备，慢慢拖。至于怎么处理你，就看领导们怎么安排了。这几天你就住在这里。3天后，古老六看着电视里新闻中自己已于今早9点被处以枪决的消息，古老六心满意足，召唤系统领取这样的新手大礼包。恭喜完成第1轮任务，即将强制开始第2轮任务刷新。30天内在樱花国境内观看浮世山喷发，自然喷发宿主可以使用非常手段，请做好准备。沃特法，你玩我呢？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言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恭喜宿主获得地狱级别任务，抵用卷5章。普通级别任务刷新卷5章，弱智级别任务跳过卷5章。沃特法克，这都什么破奖励？宿主任务完成第1轮任务，即将开始第2轮任务强制刷新，请做好准备。恭喜宿主抽取到超级难度任务，请宿主在1个月内前往霓虹国境内，并观看霓虹国富士山火山喷发。如不自然喷发的情况下，允许宿主使用非常规手段诱导喷发。看富士山喷发，富士山都已经不喷发300多年了，上次还是因为一场8.4级的大地震才喷发的，你还允许我用非常规手段？拿导弹轰还是拿炸弹炸？或者是我让富士山吃1个月的火锅让它喷发？要诱使富士山喷发，起码得造成8.4级甚至更大级别的爆炸才有可能。你当我是 Superman 啊？我也没有动感光波啊，更何况自己现在还正被看压着呢，1个月内想出去都感觉是种奢望。任务奖励6个月寿命外加1本基础吐气诀。系统，吐气诀是什么？难道是什么不得了的功法？吐气诀，道家基本心法，长期修炼可以使人心旷神怡，心平气和，睡觉绵长，打起拳来虎虎生风。请说人话。并没有什么卵用。那这个任务我如果不做会怎么样？任务搁置1个月后会自动取消，并且刷新成新的任务。哦，原来如此。看来之后即使刷新到离谱扯淡的任务，只要自己小命还没到阎王爷嘴边，只需老老实实等着任务更新就好了。毕竟要我去炸毁一个国家的象征物，净整这些作死的。只见径直走进10几名穿着军装的战士，拥护着一位肩膀上一半金花，另外扛着一颗金星黑着脸的军官走了进来。好家伙，少将！古老六也正茫然地望着他。这是来放我出去的吗？衣服穿好。
粉丝说你衣服不好看，换好了跟我来。别啊，大哥才下了雪，冷啊！老六利索的换起了衣服，跟着带队的少将上了同一辆卡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京城军区副司令王耀军。你好，我是金陵大学去哈佛留学的研究生古老六。丫的，我当然知道你是古老六，就是你把我在留学的女儿也给拉下水了。我女儿在航母上还被绑了里3层外3层，我这个做父亲的恨不得把古老六给生撕了。王耀军压制住自己内心的火气，几乎是从牙齿里蹦出的几个字：我女儿叫王雪。你是王雪的父亲？王叔好啊，我和王雪特属，都自己人。王叔，我啥时候能走啊？谁跟你自己人？谁是你王叔？你占我女儿便宜都还没找你算账呢。你这次似乎是有任务要交到你手上，你做好心理准备。吴老六也知道王耀军说这些话是提醒他一会见到大人物注意点，无奈的叹了一口长气。自己只是想简简单单的活下去，怎么老是摊上事呢？随后的路程里，两个人都很沉默。军绿色的皮卡车顺着蜿蜒崎岖的小道2个钟头，来到一座碉堡内，最后走到一个电梯处，走了进去。大概下了地下有100-200米，这纯就是个地下防空洞啊！怕是核弹都不能破坏这里的碉堡了吧？不久后走进一个房间，屋里面有2个老人在喝茶，一个是李司令，一个是周老。哎呦，老周，你快看看谁来了！古老六，你来了呀！没想到你还就是个普通的留学生，而不是组织上派来的，却不可思议把这样艰巨的任务完成了。当一个小小的留学生，属实屈才了。屈才吗？当然是屈才了。老周啊，这个孩子你感觉怎么样？聪慧圆滑，能力强，我甚至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形容他强到一个什么程度。这次航母能开回来，我和那些军官最多占3成的功劳，剩下7成都在他一个人头上。如果李劳你用过他的话，你就知道他的厉害了。那我倒想看看，小家伙，周老头可给你下了担保书，所以这担子你接不接啊？什么接任务会是什么扯淡的任务？接还是不接？但是如果说不接，想再离开这个鬼地方，恐怕不太现实。自由新鲜的空气，恐怕也要和自己说再见。能做到的我在所不辞，但小子能力或许有限。如果真的是碰到一些的确棘手办不到的事情，还请司令和周教授不要怪罪。小子可以啊，好话坏话都让你说尽了，果然圆滑。不是什么上天的任务，再难也不会比开一艘航母回来的难。吓死宝宝了，那我就放心了。最近在樱花国高层一手安排下，与我国贸易摩擦严重，开出了很苛刻的条件，比如进出口他们的商品的企业都必须进口他们的海鲜，造成我国多家企业损失惨重。就是苦了我们这些做贸易的百姓了。我去，那喝污水长大的海鲜谁敢进口啊？送我也不敢吃啊，还进口。原本这件事并不属于我们军方管辖，但是最近你这个事情一闹啊，让霓虹国那边大乱，也让我们这许多企业和公司缓了一大口气。不过还不够，我们需要樱花国更乱，让樱花国高层无暇顾及到外贸这方面。您这是要我当一个搅屎棍吗？我可没说，你要是这么理解，反正也没错。怎么样，考虑考虑。如果我完成了任务，不知道有什么奖励吗？没想到这个任务和自己系统的任务又不谋而合的落在了一块了，正好走一趟。免除你此次航母事件的所有不良影响，重新当回你的自由人。没了，都跟系统一个尿性，只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没了，你还想要什么？免除你的罪责还不够吗？这可是樱花国，要我一己之力搅浑，他得加钱。既然我恩怨不休朝夕月的情，我发现这刀剑难免，不为山河的只从长滩上离别，说一杯浓烈。古老六带着领取到的公费，开启了樱花国之旅。快到樱花国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船，老六差点没飞出去。原来前面的海域全是死鱼，轮船寸步难行。难怪樱花国非要出口给我们海鲜呢，原来这是污水鱼太多了，自己吃不完呢，想屁吃呢。费了9牛2虎之力，才成功登陆樱花国。上次去漂亮国就没时间出去玩，这次来樱花国一定要体验下这边特色好玩的，不然太浪费了。兄弟们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玩的吗？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先去前面的日料店吃点东西吧。こんばん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我去，这太卡哇伊了！我怎么突然有种奇怪的冲动？丫的，我是来吃饭的，怎么还见色起意？呸呸，不应该叫一见钟情起来了。等等，我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来泡樱花国小妞的。老板来份鳄梨芒果糙米寿司，我可不敢吃樱花国的鱼。老六还没适应一下，飙出了延国话来。没想到这女孩子也飙出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你是延国人？你在延国留学过吗？你这普通话很地道啊。我叫芝雅子，我母亲是延国人，小时候在延国长大，后来才被父亲接回樱花国。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店里怎么没什么客人啊？这个你也知道，最近死了那么多的鱼，大家都怕，所以呢，老六趁着店里没人，一直和小美女搭讪，两人越聊，气氛却越怪。结果万万没想到，居然眼前这个小妮子，居然是老六小时候在孤儿院被收养时，天天跟着他后面转的小燕子。小燕子被领养走的时候，老六还伤心了好久，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随后枝芽子早早的打烊了，把老六带回了自己家。你真幸运啊，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幸运？我倒是希望我永远都找不到。为什么？是你父亲对你不好吗？我父亲是樱花国散口组的分部一个老大，他不远万里从大研把我认领回来，只不过是为了我的骨髓能够移植给他患了白血病的儿子。从接回来到现在，我已经被抽取了3次骨髓，移植给他儿子了。虽然让我不愁吃不愁穿不缺钱用，但我知道我在他眼里不过是工具罢了。丫的，这还算人吗？对自己的女儿都能会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恨不得扒了她的皮抽了她的筋。当初搞航母回来途径樱花国的时候，就该顺路把这里的进口神色给轰平。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好东西，恶心。对了，抽了3次骨髓，那你没什么后遗症吗？后来我查出了脑梗塞，阻塞面积在脑干的位置，现在我每天都要吃3次这个药，一次忘记吃，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既然让我再遇见你，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跟我回大研，总能治好你。不用白费力了，找过很多医院了，这个病现在的科学解决不了，我们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好不好？这段时间你好好的陪我玩玩嘛，我给你当导游。系统，你他娘的给我出来！科学解决不了的事，这种情况就该你天空一声巨响，你系统大姐闪亮登场了，你一定有什么金手指技能，什么灵丹妙药之类的，只要你让燕子好起来，以后你发布任务，我不挑3拣4，行不行？然而系统果然是系统，直接无视宿主的呐喊。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老六哥哥不要这样嘛，生死有命，临死之前还能遇见你，我已经很幸福了，开心点。对了，哥，我想看烟花了，就是我们小时候过年放的那样。看烟花那多大点的事啊，我明天就去买烟花给你放。瞧你那傻样，樱花国大部分地区都是禁止燃放烟花的，别说放了，去哪里买都是个问题。我去，这我还真不知道樱花国还有这样的规定，回燕国一定有地方放。好了，别想了，早点睡吧。虽然我父亲他不是什么好人，但是他们路子蛮多，明天我去找他的小弟问问。老六哥哥晚安。第二天，枝芽子找到父亲的一个小弟吉田君，我帮我父亲问下，最近要办点事，需要弄一些烟花，最好是高爆的那种，你知道哪里可以搞到吗？枝芽子小姐，当然没问题，但是这要做什么大事啊？你确定是要烟花高爆的吗？对啊，高爆的烟花效果才好吗？难道现在搞不到吗？能搞到，马上给你联系。大小姐都亲自出马了，肯定老大是大事，我马上给你联系，质量相当好的。随即打了一通电话，喂，山谷，我们老大要点高档货，你给安排下，价格这块你到时候悠着点，要是敢卖贵了，以后生意你就别做了。枝芽子小姐都给你安排好了，你随时可以过去，还请大小姐多多在老大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肯定的，谢谢你了。随即老六和枝芽子找了辆卡车，赶往了买烟花的地点。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小弟会错意了，不知道哪个倒霉蛋又要被收拾了。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研者，虽远必诛。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只是去富士山放了几个烟花，谁知道它就莫名其妙的火山喷发了，还连带了7.4级地震。老六和枝芽子开车卡车来到卖烟花处，直接走进了仓库。丫的，这家伙也不怕我们黑吃黑。老六把钱箱直接往桌上一放，直接说道：“把你们的烟花拿出来给我看看，再报价。”我去，这人好强的底气。熊田君给这位客人介绍下我们这些烟花。我们这批烟花想要计时或者遥控都可以，遥控距离30公里。烟花什么时候也带遥控了？遥控距离还这么远？也对，毕竟樱花国不许放烟花，躲这么远遥控放也不容易，被发现是谁放的，牛掰！对了，你们这些烟花最高能放到多少米？什么？多少米？这谁不要命了去测量啊？那个具体的没算过，但是1800米还是没有问题的。好家伙，可以呀！难怪樱花国禁止放烟花呢，原来这边烟花都做得这么牛掰了。熊田君给他们看货，门一拉开，堆满了一箱箱烟花。怎么样？我们得货不少吧？熊田君给这位客人介绍下我们这些烟花是什么量级的。你看这一箱是。好了，不用说了，时间宝贵，开个价吧，我全都买了，一个烟花而已，搞那么麻烦干嘛？直接把两人听傻了。你确定全要了？贵客呀！我只接受你们一次报价，价格超出我们预期，我转身就走。三口组的人也太好了吧，咱们不能得罪了，给个最低价吧，1200万。丫的，等于严国币60来万了，真黑啊！一堆烟花，快赶上一套房的钱了，这真是物以稀为贵啊！不过那个放这么高还能遥控，也有贵的道理。但是为了满足枝芽子看烟花的愿望，用的也是公费老六心一横。成交。老六哥哥，这么多烟花，我们去哪里放啊？那必须是去富士山了。
这也太刺激了吧！想不到我看烟花的愿望会在富士山实现。出发富士山，让你看最美丽的烟花。山谷君，你说他们一次搞那么多烟花，是要搞什么大事啊？小心为妙，我们先出去避避风头。新年快乐！你看，这是给你准备的烟花。这么多烟花都在这里放吗？当然，今天是个好日子，必须听个响。那我们什么时候放？不要急，咱们走远点再放，这可是能遥控的。小燕子，我们在这里看烟花，我选的地方不错吧？哥，你选的地方太好了，我迫不及待要看烟花了。别急，看视频的老铁们，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阖家都幸福，快乐4月谱。来，我们一起看新年的烟花。哥，快放烟花，我怕我以后没机会看了。傻丫头，看完烟花就带你回燕国，肯定能治好你。我们一个一个的放，这样你可以看一晚上。走起，开门红，先放最大的，看烟花喽。怎么没反应？丫的不会遇见骗子了？卖的是假烟花吧？千万不要其他的也不行。老六赶紧拿起其他遥控器，每个都按了一下，但是除了滴了一下毫无。难道遥控距离过远了？不是说有30公里吗？哥，烟花呢？我要看烟花，你快放啊！正当老六不知道怎么回答时，富士山火光冲天，一阵阵巨响从富士山传来，如同被唤醒的野兽。接着感觉整个大地都晃动了起来。哥，我害怕。别怕，有我在。突然天空一声巨响，一朵巨大的烟花升起，一瞬间富士山的火山直接爆发了，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一朵蘑菇云直冲天际，无数岩浆倾泻而出，简直是飞降直下3000尺，疑是光芒照人间，错了是疑似礼花落9天。整个天空被照得绯红，像极了漫天的烟火，无数的火球被冲上了天际，如流星般砸向了下面的都市，顷刻间整个城市变成了人间炼狱。火球所到之处，到处无所不摧，都是房屋垮塌，遍地都是残垣断壁。烟花好美。燕子，燕子，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可无论老六怎么呼唤，依然摇不醒小燕子。叮！恭喜宿主完成在樱花国境内观看隐花果富士山火山喷发任务，奖励6个月寿命和道家功法基础吐气诀。我不要寿命，我也不要吐气诀，我只要燕子活过来。破烂系统，你给我出来说句话啊！宿主，你确定要骂本系统吗？本来还想提醒你，你完成了炼狱级和超级难度2个任务，可以把奖励合成为一次性功法进阶吐气诀。既然你要骂我就算了。你给我这破功法有什么用？我只想救人。的确是破烂功法，那就不要了吧，它也就是只能清心洗髓，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都能救活。既然你不要我走了。干妈，你是我亲干妈，我要，快给燕子用上。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友情提醒，此功法你自己用可以成为1等道家高手，给别人便宜就让别人占了。废什么话，我要救他，立刻马上。看在你叫我干妈的份上，本系统在这方圆100米留下一道道家治愈之风，维持12小时，请宿主珍惜最后的逃命机会。对了，你的小燕子一会就能醒来了。随着系统的声音散去，老六看着周围一片火海，到处都是飞泻的岩浆。突然一阵电话声响起，是李司令打来的。老六，富士山大爆炸，是不是你搞的鬼？现在富士山侧脉都喷发岩浆了，让你去弄出点乱子，谁让你去炸富士山的？你知道这会造成怎样的生灵涂炭吗？我说我只是去富士山放了几个烟花，谁知道他就莫名其妙的火山喷发了，还连带了7.4级地震，你信吗？李司令，救我！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言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燕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接上集，老六意外引发富士山火山爆发，被困火海，赶紧向燕国军部李司令求救。不多时，燕国直接派出一架救援直升机火速赶到现场，带走了老六。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了吧？整个本州岛都变成人间炼狱了。我现在可算是明白了，难怪烟花这么贵呢。他丫的，我买的哪里是烟花，明明就是炸药。烟花只是人家炸药的黑化代名词而已。结果我错把炸药当烟花，拉了一车炸药去富士山放，这事千万不能承认，打死都要烂在肚子里。燕子还好，这位爷爷带人来救了我们，他是我领导，快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小妮子乖，你也是大言人马。他是混血儿。这才2天，叫你来做任务，你可好泡起妞来了？你干点人事行不？等等，你不要岔开话题。富士山爆发是不是你干的？我真的就是去放了几个烟花，谁知道富士山它一下就拉肚子了啊！我要知道会这样，我不早就跑了啊！还会被困在这里吗？我发誓绝对没有半句假话。富士山300多年没喷发了，你一来就喷了，有这样巧合？好了，等回去了你再接受调查吧。燕国军部李司令龙成武，
王耀军，还有一个年轻军官端坐一旁，远处还坐着一个静文师太，正在闭眼打坐。当老六和枝伢子进来的时候，远处的师太却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枝伢子。好了，人齐了，我们开始吧。老六坦白交代吧，这次你在樱花国都做了什么？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不要想着说谎蒙混过关。我说过了，在樱花国到达当天就遇见我失散多年的枝伢子，第二天我们就去富士山放了下烟花，别的什么都没做。樱花国禁止放烟花，你们能买到烟花？烟花我们是通过枝伢子认识的3口组成员，他提供的渠道买到的。小姑娘是这样吗？是这样的。我们除了放烟花什么都没做，后来突然火山就喷发了，然后我们被围困，我就给李司令求援了，之后的你们都知道了，别的什么都没了。师太，这小子没撒谎，说的是真话。既然师太都说你没说谎，那应该没问题了。此时师太直勾勾的看着老六，但是明明师太没开口，老六却很清晰的听到。道友，虽然你说的是真的，但是应该你隐瞒了什么关键的事情吧？我继续追问的话，你还兜得住吗？这是太邪门了啊！他怎么知道我隐瞒了？又为什么要帮我？古居士，你身边这个女娃可是难得的无尘之体，我们道家修炼的好苗子，不知是否愿意让她跟着贫尼修炼一段时日，也算为国家做贡献了。老六啊，还不感谢师太，想当师太的弟子可不容易。不可能，休想让小燕子去当尼姑，你个糟老婆子，坏得很。小丫头，现在你在她身边，可只会给她拖后腿。你要知道，她有很多危险的任务需要完成。如果你向古居士好的话，最好是跟着我去，那样你才会有能力帮到古居士。老六想破口大骂老妖婆当着我的面挖我墙角，却发现自己不能动弹，也无法开口。赵居士知道你现在有多渺小了吧？你确定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能保护好他吗？要是邪门歪道发现他的无尘体质，我想你明白会发生什么。师太话还没说完，我想修炼，我不想拖哥的后腿。赵居士你呢？师太，那你凭什么能把他保护好？峨眉派掌教，延国镇国将军，够还是不够？你放心，他不用削发为尼，我依然把他当亲传弟子。你好好想想。的确，以自己现在的能力，没法保护好小燕子，我必须得变强。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带走他？现在。老六心有不甘，但也只有无奈的接受着残酷的现实。恭喜宿主抽到究极难度任务无人生还。系统，你做个人好吗？我才把樱花国炸了回来，你又要我出去做任务？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别和你干妈讨价还价。说吧，又是什么破任务？请宿主前往西西里岛生活1个月，并且导致整座岛无人生还，则任务完成。你要我把整座岛的人都嘎没了，能不能有点靠谱的任务？ No， 如果宿主中途或者最后离开，都会导致任务失败。我还不能离开？难道我也要嘎在那里？宿主，请问你是人吗？不要以为你用肺说话，你就可以说废话，我当然是人。那不就行了？任务叫无人生还，祝宿主好运。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言者，虽远必诛。警告！这里是延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漂亮国准备对我们动手了，要在我们边境试验氢弹。你的新任务，破坏掉漂亮国这次行动，更改打击坐标到荒漠。我能把打击坐标给他改到樱花国吗？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漂亮国近期试爆成功的氢弹银河 B67，威力远超毛熊的大1万。这次制造了3颗，其中1颗会在我边境试爆，其实是在威胁我们交出你开回来的肯尼克航母。李老什么都不要说了，干就完了。说吧，这次需要我做什么？你需要潜入到漂亮国境内，将这次的试验氢弹发射到东非沙漠地带，就算你任务成功了。这次富士山事件后，那些樱花国官员还在集体参拜进狗神社，我能把打击坐标改到樱花国吗？别有的没的，如果你无法更改试爆目标，就阻止漂亮国发射，大不了我们把航母退回去。我们技术研究的差不多了，你不要胡乱发射，切莫伤及无辜。漂亮国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一定誓死完成这次任务。对了，国家为了奖励你在航母事件上做出的杰出贡献，确定授予你大校军衔。要是你这次把氢弹危机完美解决，我豁出老脸也去给你争取个少将军衔。李老，那个什么放了是不是有点可惜？要是我把氢弹带回来了，可不可以给个中将当当？你小子痴人说梦呢！你要是把银河 B67运回大研，别的你不用管，祖国永远是你强大的后盾，我一定会给你提名中将，但不能保证给你申请下来。那我们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这次任务非常凶险，我们为你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你的安全。我的搭档是谁啊？他今晚的飞机，明天你就能见到了。你先回去准备下吧。次日清晨，盐都机场。老李啊，火急火燎叫我来干嘛？你这是耽误我卖羊肉串。丫的，老李，你给我找的搭档是个卖羊肉串的。想留着你的小命，多听少说懂吗？扬言阁下，实在不好意思，老六他无意冒犯。无妨，老李你多虑了。这次任务非常棘手，但国家必须要执行这次任务，不得已请你出山。李老，你也都是上将了，怎么还称呼对方阁下？没必要吧？我现在在延国这片故土上过退休生活，当然也希望祖国平安。既然我来了，我就默认帮你了。
说吧，这次需要我怎么做？漂亮国为了威胁我们归还上个月这位古老六同志开回来的漂亮国航母要在我国边境试爆第6期氢弹，所以需要你和他一起去一趟漂亮国，破坏漂亮国试爆行动。你务必保护好古老六的安全。你就是古老六，厉害啊！当初航母的事老李联系过我，但是我也最多只能把他打沉，但是要我开回来，我还真没办法给他开回来。你的做事风格我喜欢，老李没问题，老六小兄弟的安全包在我身上了。那你先在飞机上等候一下，我和老六去取一下这次你们需要用的护照，你们就可以出发了。可千万不敢让你用你自己的护照啊！不好意思，这个我的确差点忘了。那我在飞机上等你们。你知不知道，刚刚很有可能你已经嘎了？没那么夸张吧？你知道他是谁吗？当初他回国是在机场，燕国8位镇国将军去了7位，不是为了接他，而是为了防止他在燕国作乱。他叫杨炎，也是大燕人，在境外，外号叫冥王。早年加入境外头号打手组织暗夜，总部就在漂亮国。等等，他是打手组织的？听我说完，当初他在暗夜参加一场打手比赛，如同饥饿游戏一样，一座城整整10万打手，17天时间里只剩下他一个。漂亮国的组织也太没人性了。随后14年中，他成为了暗夜第1打手，并嘎了原暗夜首领，成为了新的暗夜首领。凡是暗夜要击杀的目标，几乎没有能逃脱的。在漂亮国，他完全就是个地下皇帝。不过他在位时从来不接与大燕有关的单子。他24岁时厌倦了打打嘎嘎的生活，回到了大燕来养老。现在悠闲地过着摆着地摊卖羊肉串的生活。我去原来时卖羊肉串的隐藏大佬啊！李老，这次你识下了血本了啊！你的安全值得我们去这样做。去吧，事不宜迟，立刻出发。检测到宿主即将前往漂亮国，发布最新炼狱级任务，前往漂亮国截取氢弹银河 B6期，并将 B6期带回燕国。任务奖励1000立方米系统空间，任务失败，宿主随即部位缩小1厘米。不带你这么玩的，你这个离谱的系统，你让我怎么带回来？坐着它飞回来，扛回来吗？还是让我再搞一艘航母拉回来？考虑到此次任务难度为炼狱级别，给宿主提供1000立方米的临时储存空间，可在本次任务执行阶段随时使用。储存空间好东西啊，这真是瞌睡遇见枕头啊！臭系统，我爱死你了！严哥，刚刚得到最新情报，漂亮国要求我们3周内交还航母，否则就是爆氢弹和对大研进行经济制裁，制裁商品达1万多种，氢弹也在运往阿拉斯加的路上了。漂亮国还是这些老招数啊，真是没新意啊！这次运送氢弹的装甲部队有数千人，我们路上恐怕不太好下手。几千人，这感觉没什么难度，要搞到他们路线，对我来说还是很容易。严哥，我觉得我们还是等最后2天动手好一点，毕竟他们有3颗动手早了，他们还能运另外的，最后2天动手他们补救的机会都没。行，这次我只负责你的安全，行动听你的。正好有时间，我带你阿拉斯加玩一圈。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严哥说说哪里好玩啊？你们俩是去做任务还是旅游的？国家尊严不容侵犯，犯我大燕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燕国海域，你已经违反了国际法条规，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漂亮国要在燕国边境试爆氢弹，这能忍？老六和杨岩当即赶往漂亮国阿拉斯加，休整几天之后埋伏在了阿拉斯加军事基地外，守株待兔。运送氢弹的车队也悄然的正在前往军事基地。严哥，你看车队来了，这么多卡车上哪辆车上才是装 B67的卡车啊？通常都有打掩护的车，一般头车和尾车都不会是真的。我们先跟着尾车混进去看看再说。一会你不要乱动，我带你上去。严哥这样的上车方式，我感觉我很没面子啊！小声点，要进基地了。阿拉斯加军事基地上校卡特，报告长官，所有车队全部进入基地，请给予下一步指示。不用担心，我们一路都没发现有跟踪的，你等着大岩把航母还回来就行。将军，请问，如果大岩不归还航母，我们真的要发射氢弹过去吗？大岩那群疯子肯定会回敬我们东风快递呀！卡特上校，顶级机密，不得过问。好了，都回去休息吧。严哥，他们要是发现这车门锁被撬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一个字，就是干。好像他们都走了。走，我们也出去。我们难道要把每一辆的锁都撬开，看哪一辆里面有货？麻利点，时间长了容易被发现。先转一圈看看情况。严哥，你看这几辆车的锁不一样，其他的都是普通的锁，这几辆是红魔的锁。我去4辆都是红魔锁，我的法，这群漂亮佬不会3颗都带来了吧？不是说只发射1颗吗？你可别忘了，漂亮国是公认最无赖的。这4辆车看他丫都是有货的，这次你估计赚大了。但是你要怎么带走？我们俩也开不了4辆车呀。既然有锁，那咱索性不开了，当土匪咱们给他个寸草不留，打包直接带走。只见老六轻轻一拍车身，卡车直接不见了。进入老六的系统临时空间，啪啪啪，4下几辆车全部消失。你这是乾坤袋吗？老李这样的保本都给你带来了，就不怕落到漂亮国人手里？现在该考虑我们怎么溜出去了。要么直接炸门冲出，要么就等外面进出溜出去。等有人进出，肯定白天了，这会赶紧溜出去安全点，一会我的小命就挂严兄身上了。说完，老六就开始开动机，一个被杨岩躲得远远的一把火点燃，整个停车场瞬间燃了起来，接连着就是一场剧透。
大门都给炸成了碎片。杨岩提着老六就直接从大门冲了出去。Oh my god！ 到底发生了什么？快灭火！氢弹核发射器，千万不能出事。氢弹要是爆了，整个阿拉斯加都得跟着上天。上校，储存氢弹的卡车停车场炸了。你说什么？我们刚刚已经第一时间灭火了，但是里面的13辆卡车只剩9辆卡车的残骸了，另外4辆渣都没了。有士兵报告看到爆炸后，似乎有人跑出去了。我的法，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追！肯定是严国人过来搞的破坏。卡特上校氢弹丢失，你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我都准备大杀四方了，没想到直接出来了。这次行动也太容易了吧？莫非有诈？不管了，先跑了再说。严哥不对啊，刚刚这里我们明显开过了啊，那块我们之前躲的石头怎么又开回来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打墙？严哥，你都120迈了，这鬼也太离谱了吧！严哥，我们先下车。这离谱他妈妈来给离谱开门来了吧？这有点太邪乎了。严哥，你看那边有火车，这地方太古怪了，我们赶紧溜。两人随即跑向。不对，这火车也是循环的，丫的走上去看看，到底是什么牛鬼蛇神？杨岩说着提着老六跳了上去。严哥，这样我真的很没面子。想要面子，你自己得先有那本事啊！两人从车顶爬了下来，进入车厢，但是车厢里空空如也，连续7个车厢都是一样光秃秃的座位，没有任何东西，驾驶室也没人，拉了火车的制动也没任何效果。莫非我们搞错了？这火车不是破局的关键？老六，你说这是幻境，还是我们被传送到了新的环境？不对，杨哥，我好像明白了，这应该是幻术，这还没达到幻境的水平。杨哥听说过阵法没？古代排兵布阵的阵法，《封神演义》里有天绝阵、封侯阵、寒冰阵、落魄阵等等阵法。都什么时候了，说重点，不要拐弯抹角。你别急，我说给你听，也是说给布阵的这位大言的朋友听的。你这应该就是落魄阵法，专门攻人心神。不过你这个貌似比封神榜里的差的有点远啊，你说我说的对吗？早就说了，你这半吊子幻术就不要拿出来了。你看人家都猜到了，猜到了又怎样？他们还能跑得掉？犯我大言者，虽远必诛！警告警告！这里是严国海域，请速速遣返，请速速遣返！别动手，我投降！我绑了全舰队的人，你们下来逮捕我吧！我脑瓜子嗡嗡的。接上集古老六和杨岩在阿拉斯加截获漂亮国氢弹，并成功逃出军事基地后，却遭遇鬼打墙。我的系统很离谱，开局让我搞航母。你别急，我说给你听，也是说给布阵的这位大言的朋友听的。你这应该就是落魄阵法，专门攻人心神。不过你这个貌似比封神榜里的差的有点远啊，你说我说的对吗？杨希，我就说你得这半吊子幻术就不要拿出来秀了。你看别人都看出来了，看出了又怎样，还跑得掉？你们2个谁是老六？乖乖的束手就擒吧。2个凡人境的蝼蚁就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了。杨希呀，哎，我还以为能把漂亮国航母带回严国的男人多厉害呢，原来是个普通人。就这你还需要我帮忙？姚希难道是封神榜里那个布阵牛人姚天军的后人？哎呀，你这个凡人胚子还知道姚天军呢，见识还不少。你明明是大言人，怎么帮着漂亮佬为非作歹？呵呵，大言各种打压我们修道者，还对我们修道者各种约束，导致我从小流落漂亮国。有什么可留恋的？别和老娘磨叽了，乖乖的把氢弹交出来，省得受皮肉之苦。老六看来稳了，到手的氢弹应该是真的。不然他们也不会来抢了。你从小流落漂亮国，不会是小时候被骗来的吧？你懂个灯啊！你这是被漂亮国洗脑了吧？看你们像异能者，难道是蓝色风暴的？什么时候蓝色风暴也有鼓舞者了？哎呀，居然你还知道我们蓝色风暴，屁本事没有，见识倒还挺高啊！咱们可是蓝色风暴 A 级行动员，你们就不要抱以任何幻想了。最后说一次，把氢弹交出来！老子差点笑死！就算你们蓝色风暴12个 S 级行动员一起来，都是找死。不知道你们凉死了，你们蓝色风暴那几个老家伙会不会过来给你们收坤？还请期待啊！2个没有修为的废物还在虚张声势。姚希，别废话了，直接把他们嘎了，我们再慢慢搜乾坤袋。说着就准备动手。哎，等等，严哥，等一下，先别动手。怎么了，老六？他们聊我就2个平 A 的事，咱们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拦着我干什么？原来刚刚老六获得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成功截取了银河 B67氢弹，并超额完成，奖励宿主1天立方米系统空间和道德经1本。发布支线任务，收服姚天军后人姚希成为伙伴，并带回严国。奖励2张长生境界30分钟体验卡2张。丫的，我又不当海贼王，还要招募伙伴，难道你还准备让我凑齐10人上船啊？那个杨大哥这样，那个金发女人交给你，你下手一定要快，要适当的残忍点。这个黑头发的留给我，你就不要插手了。什么情况，铁志？这回你还想着泡妞？兄弟，你得注意你的腰子。严兄，你放心，你动手快点就行。你们还在那里分你的我的，居然把老娘当货物挑来挑去的，这蝼蚁！我去，牛掰，机甲女，这他妈满满的科技鱼狠活啊！大言的小崽子们，让你们见识下我们蓝色风暴的厉害！只见杨岩一个闪身，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了过去，回到原地。原本嚣张的机甲女，满脸只有恐惧之色，爆发出来的气势也瞬间消失，一股液体冲脖颈喷射而出。姚希直接吓得坐到了地上。
怎么可能？他明明都变身成功了，就算我们 S 级行动员都要忌惮3分，怎么会瞬间被秒了？还好让你把这个妞留给我了，严哥你还真是一个平 A 一个啊！这么漂亮的妞就这么嘎了，太可惜了，你太不怜香惜玉了，严哥，你可以趁还热乎的。不，你不要嘎我！看到你和这个世界真正的差距了吧？当初那个静雯师太给我说的话，现在很适合你呀。你要干什么？别嘎我！不嘎你，那你还有什么价值吗？我有价值，别嘎我！这次组织出动了8个人来拦截你们，前面还有6个，我能帮你避开他们。你这说叛变就叛变，我可不敢相信你呀！万一你带我们进埋伏圈呢？不会的，我不想嘎，我在漂亮国只想用他们的资源修炼而已，求你了。看看你的处境，你觉得我们会怕他们？这个理由没法让我相信你呀！我要动手了啊！相信我，就算你能嘎他们，也会耽误时间。漂亮国大部队来了，就真走不了了。我已经察觉到有部队往这边来了，我不会拿我生命开玩笑。大言人不骗大言人，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我现在想做一个好人。好啊，跟法官说，看法官会不会让你做好人。那你想怎么样？对不起，我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得跟我回大言。你这种刺嘎国家要员，也就蹲个30-50年，放心，很快的。不要啊，我不想嘎，也不想进去蹲几10年。也不是不行，这样你把这个吃了，让我看看你的诚意吧。等你们回了大言，你会把解药给我吗？如果你表现好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不告发你。我吃，我一定乖乖听话。表现得不错，走吧，现在我们离开你这个幻术。我这个不是真正的落魄阵，只是简易版的，刚好用来困人。其实这是在一辆真实的列车上。说着，瑶汐就解除了幻想，除了环境颜色有所不同，其他变化不大。你好好的在这里待着，严哥搞定，我们可以移走了。你小子，现在严国官方的都这么不讲究了吗？听话药丸都用上了。就是普通的糖豆，吓唬他的。对了，严哥，这是李老临走时给我们准备的新身份和画皮面具，我们用这个新身份回去。这老李够阴的呀，真能藏啊！你怎么不早拿出来？这会不是正好用吗？我们在军营可能被监控拍到了，正好换上这个坐飞机回去。那我呢？你的签证现在肯定也不能用了，这下可糟糕了啊！任务卡住了。杨岩看到老六纠结的表情，居然把手里的画皮递给了瑶汐，命令道：“你戴上这个试试。”瑶汐看着恶魔般的男人在面前，非常不情愿的接过面具戴上了。老六别说，他戴上还挺合适的。杨哥，那你呢？你怎么回去？老弟，别忘了这里可是我的大本营，我正好回去看看我那些老兄弟们，你回去给老李说一下就行。随后3人在机场分别，老六直接坐上了直飞湘江的飞机，杨岩回到了他的暗夜大本营。殊不知这个决定后面会给杨岩带来灭顶之灾。